里面有火光，村子里面好像有我们的人，好像刚刚发生过战斗，是不是政委他们把鬼子给打退了？不是我们的人，是鬼子。鬼子？那政委他们准备战斗，冲！通知第一分队，准备撤出。这是。请进。多管阁下，村口突然出现了一批数量不强、拥有大量自动化武器、作战强悍的八路军部队，第一分队又有多人阵亡。分队长，请您示下。命令第一分队长就地掩护撤退。是。撤。看脚底下。明白。团长，有鬼没？拆了它。团长，你可算回来了。团部还剩下多少人呢？全没了，都没了。战斗刚打响的时候，政委让他的警卫员赵小虎让我从地道撤退。赵小虎把我送进地道，说要我保护好电台，回去见政委去了。可我在地道里等啊等啊，再也没有等到政委和赵小虎。后来我听到了爆炸声，再后来，我发现地道口被炸塌了。我赶紧去了地道出了村。团长，政委是为了保护好电台，才放弃这次撤退机会的。团长，团长。柱子，到。送小福下去休息。是。
报告。进。说话。伤亡名单清点完毕。虎头山独立团政委李勇牺牲，团部警卫排自排长以下43人全部牺牲，团部留守参谋5人牺牲，团部留守人员唯一幸存者是从地道查出来的张祥福，还有一部电台在村口和鬼子对战中，特战队第2、第3分队各有1名队长牺牲，3连5人牺牲，3人重伤。政委牺牲的事儿，还有团部的损失情况，暂时不要泄露出去。由你们3连负责封锁消息，赵杰那边也由你派人通知。明白。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老百姓知道我们的损失。老百姓那边，我来安抚。一路上我们不停地追，一直追到后半夜，才追上这2个鬼子。他们当时正在休息，被我们上去一刀一个给宰了。团长，政委牺牲了，我知道你比我们谁都难过。我林水生不大会说话，但我保证，一定找这些鬼子，一刀一刀把他们宰了，用他们人头祭奠政委。下面我宣布一下作战方案：第一，困敌，绝不能让这伙鬼子再自由地进出虎头山，自由地选择攻击的目标。通知各部队依级战备，更换现有的口令。对于达不上口令的部队，可以直接开枪。第二，欺敌，通知各乡镇政府，入侵虎头山的鬼子部队，大部已经被我消灭，只剩下20多个鬼子，而八路军的伤亡只有10来个人。是。指挥官阁下，情况怎么样？你怎么受伤了？还有1个人呢。短短2天的时间，虎头山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处要道都有八路军在把守，每个村庄晚上都有巡逻队，那里的百姓似乎都被武装了起来。这些被武装的百姓，白天就跟着那支一直追着我们的八路军部队上山搜索，晚上则各返回各自的村庄。现在街上走动的百姓非常少，而且进出各村庄之间都需要一种特别的通行凭证，他们管这种凭证叫做路条。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路条，才会遭到他们的围攻。大岛军不幸战没，我也受了伤。这魏国好快的动作呀！你们有没有打探出前天晚上我们的袭击对八路军造成什么样的损失？据当地的百姓说，前天晚上我们的那次袭击，竟造成杨村八路军10几人的伤亡。不可能！电告宫门，老鹰第1次觅食未抓住飞扬，为寻第2次觅食机会，建议会列计划
立即开始。是。すみません。余団長殿、竹下中佐の電報より狩り計画の実施を提案しました。特殊園の件はどうなってる？竹下さんを信じてください。竹下君に伝えろ。計画は本日午後2時より始めろ。はい。5月7日下午2点，日军2个满编大队加上伪军3个团，大概5000人左右，突然从太丰和莱阳2个方向，对我虎头山根据地进行扫荡。这次扫荡的主攻方向是太丰，但是2路日军分别在清风峡和旗峰口一线，遭到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展开的层层阻击，进展缓慢。由于鬼子这次扫荡，我们现阶段的工作重心不得不从寻找歼灭竹下郡在虎头山地区的突击队，转为反扫荡。驻守各要道、负责警戒的部队立刻归建，已在鬼子进入根据地之后掩护村民转移。各区小队、村民兵抽调骨干力量，充实一线部队。那竹下郡的突击队怎么办？鉴于竹下郡的突击队现在还在虎头山，县大队和县政府暂时不能返回郑庄。我们服从独立团的安排。让。没问题。天黑动手。是。车队一共有27辆独轮车，每辆车上装有4个箱子，推车的都是八路军的士兵，另外还有100多名全副武装的八路军士兵随行护送。他们每个人腰间都有一个小包，从外形上看，应该是防毒面具的携行包。最后，他们进入9号地区的一个溶洞内，守卫溶洞的兵力是一个排，37人。27辆独轮车，每个车上4个箱子。一共108个箱子，数量倒是符合。人人戴着防毒面具，防护工作做得也很到位。一个排的兵力，倒也不难对付。魏国，难道这又是你犯的一个错误？指挥官阁下，这不正是您希望看到的吗？会猎计划开始后，八路军不得不将兵力用于对抗扫荡的皇军，才使得我们重新获得足够的活动空间。此次八路军转移那100多箱特种烟，估计就是怕，万一皇军一旦突破他们的外围阵地，他们将有可能失去这一要挟皇军的手段。不过，他们肯定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探查到这一情报，这恐怕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恐怕我们不是黄雀，而是螳螂。指挥官阁下，虽然我军活动空间现在非常的大，但是八路军的那支部队还仍然继续在寻找着我们。我们现在必须赶快做出准备，否则的话，继续监视。是。附近10公里未发现八路军部队集结，那支一直追击我们的部队也进入了11号地区，距我部最近距离18公里。另外，溶洞外的兵力并无增加，他们都住在溶洞外的3个新建的帐篷内，似乎对溶洞里的东西非常畏惧。溶洞的暗哨一共有4个，每2小时更换一组，最近一次更换是20点整。现在时间是20点29分。如果2个小时之后情况不变的话，我们将于24点05分开始行动。
现在开始分配任务。第2分队，行动开始后，由你们9人负责解决掉守卫部队的暗哨，并负责牵制守卫部队。是。第1分队，行动开始后，由你们6人携带炸药进入溶洞，负责摧毁那100多箱特种烟。记住，为防万一，进入溶洞之前戴好防毒面具。是。第3分队，行动开始后，由你们6人负责火力支援，并保证撤退道路的畅通。是。魏国，就算你是黄雀，我也要在你眼皮子底下把那只蝉抓住。行动开始。是。走。面具。行动。开枪二弹。是。全員全滅だ。消灭鬼子特战队18人，那就是说现在还有4个人跟着朱夏全。1分队，跟我追！追！
相手の中には凄腕の奴が必ずたくさんいるはずだ。じゃなかったらこんな速さでうちの罠を見つけ出せない。そして完璧にうちの地雷陣から逃げ出せないのだ。悔しいけど負けてしまった。些細な間違いがこんな犠牲を招いてしまった。シグガンガガ。今回の失敗はこの私一人のせいだ。責任を取るからさっさと逃げろ。私のことは気にしないで。シグガンガガ。今回は失敗したけど、もしガガが生き返ればいつかまた新しい突撃隊を作り出します。時間がないんだ。シグガンガガ。頑張ればきっとできますよ。分かった。一緒に生きて帰るなら立ち上がると誓う。シグガンガガ。今回許してください。一緒に行けば誰も逃げられませんから、突撃隊の未来のために一人でお帰りください。一人でお帰りください。一人でお帰りください。指揮官ガガ、部下になったのは一生の誇りになります。行こう。学生哥，就发现3具尸体。团长，还有一个鬼子，我带人继续搜。别追了，这3个人的目的就是掩护朱家军。以朱家军的能力，他们拖延的时间已经够长了。真有那么厉害？连我都追不上。领导啊，我还等着你给我介绍入党呢。没想到你小子说走就走啊！你还记着吗？打从咱俩第一次见面，你就跟我说你要请我喝酒，然后呢？然后你把老子给关起来了。结果这酒我到现在是一滴也没喝上啊！你还没请我喝酒呢，你就走了，这他娘叫什么事儿啊？没关系，
要不这样，我请你喝酒，你给老子回来！这件事情不怪你，你不要太自责了。只要我们能将日本人赶出中国，就对得起所有的英烈在天之礼。陈仪，县委县政府现在可以搬回赵庄了。你就那么急着赶我回去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鬼子扫荡。听话。放心吧，我回去就是了。你要照顾好自己。魏国，把那把枪给我吧。你要它干什么？给我吧。虎头山独立团同意你部请求，以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师师部名义，授予虎头山独立团前政委李勇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并授予牺牲救国纪念章，授予赵小虎等48名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同意由虎头山独立团原政治部主任张仁杰同志接任团政委，暂时不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赵杰同志任独立团副参谋长。驳回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同志自请处分之请求。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师。同志们，以后请大家就不要再叫我张主任了，请大家称呼我张政委。谢谢。鼓掌。今天我们开会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解决一下虎头山的粮食危机，大家都提提自己的意见。最新一次摸底调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为126000人，平均每天每人粮食最低消耗量，即使加上野菜、杂粮、柿子，也需要6两。126000人就是47000多斤。山里粮食欠收，虽然现在已经到了秋播谷种，但是现有的粮食存量要保障整个虎头山的供应，至少还有3个月的缺口。换句话说，我们的粮食短缺为450万斤。同志们，一天6两只是普通人的配额，部队因为作战任务多，所以一天的配额是12两。也就是说，实际上短缺的数量远远不止450万斤。我能说两句吗？说。我是猎户出身，眼下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往年在这个时节，我一个人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猎物。我想，
虎头山所有的青年猎户加在一起得有1000多人吧。要是把他们组织起来进山打猎，2个月的时间，打下100万斤肉，肯定没问题。太好了，徐生，你可是解决了大问题啊！100万斤肉，这可远远不止100万斤粮食。顺生同志这个提议，我看行。可以试试。师长，你负责。是。太好了，那这样就可以解决100多万斤的粮食缺口。可是，还有300多万斤的粮食缺口，该怎么办？哎，虎头山最近有3个县已经开始秋收了，听说收成还不错呢。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给想想办法？现在的情报工作由赵杰同志来负责，请你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根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今年泰丰、莱阳和沁源3个县都是大丰收，但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呢，已经派了重兵把守，所以今年泰丰和莱阳的粮食估计进不来。唉，沁源也是粮食大丰收，能不能考虑从沁源借粮？赵姐，能不能从山外的同志那儿筹到150万斤粮食？以我们敌后武装的数量来看，筹措150万斤粮食应该是不成问题。那好，我们现在的粮食缺口只有200万斤了。就算山外的同志能够收集到粮食，关键是这些粮食怎么运进来。张楚啊，这些我已经想过了，只不过暂时呢，你还得把它当成军事机密。这些粮食怎么进山的问题，其实可以和怎么向清源借粮的问题一并解决。周团长，我想知道你想什么办法向清源要这200万斤粮食？张政委，我呢真的不是故意跟你卖关子，只不过这次行动确实牵扯到部队下一步的计划，属于军事机密，我现在不能告诉你，等到时机成熟，我会跟大家讲的。赵杰，你去跟地下党的同志说一下，让他们负责帮你筹集那150万斤粮食。等你们筹集好了，我会把进山的安全通道告诉你们。好，徐虎，到。我要你制定一个行动计划，让莱阳、泰丰封锁线上的鬼子在10天之内不得安生。是。水生，把团直属队在山外轮换作战的部队全部调回来。是。好了，计划完成了。陈毅、张楚，通知县委县政府准备借粮。是。是。什么？300万斤粮食？对，300万斤粮食。300万斤粮食，300万斤粮食。智慧，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啊！李佐，今年清源粮食大丰收，这300万斤粮食咱们又不是拿不出，如此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智慧，不是哥哥舍不得这300万斤粮食，只是仅凭他周卫国这么几句话，就要从我这拿走300万斤粮食。万一他要是说话不算话的话，哥哥我的脸可就丢大了。周团长的为人做事你也不是不清楚，既然他说出这样的话，就绝不会食言。我可以拿人头担保。又来了，你的脑袋是留着打鬼子用的，我要它有个屁用！你呀，要不是我了解你，就凭你这么帮着周卫国，我就应该怀疑你是共产党。真不知道周卫国是烧了几辈子高香，才能有你这么个好弟弟。那您的意思是同意了？同意了。谁叫人家手里有咱们想要的东西？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全权负责。5天之内，我会让商会把粮食备齐。但是你记住，既然是做生意，就要按照做生意的规矩，先付他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一半。谢李座。对了，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事关重大。周团长的条件就是，这件事情，整个清源警备旅除了你和我，绝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说的也对，这种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这魏国说话算话的话，咱们这300万斤粮食给的倒是一点也不冤。团长，你当初不是说向清源要200万斤粮食吗？怎么一开口就变成300万斤了？漫天要价，坐地还钱，这道理你不懂吧？要价嘛，当然要的高一点。至于到底还多少，那就看他汤炳权会不会做买卖了。那你说这个汤炳权能给咱们粮食吗？我手上有个宝贝，有了这个宝贝，什么买卖都好做。宝贝？您身上还有什么宝贝？你猜。团长，团长，宫本君，请进。报告指挥官阁下，泰丰莱阳方向封锁线上的据点，截止到今天凌晨遭受到袭击的情况已经汇总完毕了。请见吧。自9月10日凌晨2时至15时，凌晨5时，泰丰莱阳方向第1、第2道封锁线共计37个据点遭到袭击，袭击次数为58次。袭击导致泰丰方向第1道封锁线7个据点，第2道封锁线4个据点被完全摧毁。莱阳方向第1道封锁线3个据点，第2道封锁线1个据点被完全摧毁。宫本君对此有什么看法？卑职认为，根据现在的汇总情况来看，虎头山的八路军重点的攻击目标是海昌一带的封锁线。那周卫国为什么要攻击泰丰方向的封锁线呢？卑职不知。周卫国闹这么大动静，总不会连点原因都没有吧？兵法上说实者虚之，我看泰丰方向未必是他的真正目标。那刘主认为周卫国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刘主，您一向不是很了解周卫国的吗？我一直觉得我很了解周卫国，可是经过这次虎头山失败，我才发现我并不了解他，而他却偏偏很了解我。最可怕的对手就是你不了解他，而他却了解你。你看那么多粮食，你看这够吃好长时间的了。我这1年都打不了这么多粮食。对呀，老哥，你好，你好。老董，赶紧接收粮食。这怎么回事啊？这是我们刘团长和你们周团长定好的事儿。哦，刘团长说，汤旅长的意思，按照原先说定好的，粮食先垫付一半，事成之后剩下一半一定送。等等，这什么一半的一半？你就说这多粮食吧。收条上写着呢，150万斤。我的妈呀！你赶紧签个字画个押，我今天还要跑2趟。150万斤粮食，这地上啥事了？值这么多呀？是300万斤。啊？这只是一半。300万斤？150万斤粮食，这地上啥事了？值这么多呀？是300万斤。啊？这只是一半。300万斤？300万斤粮食，这是活着去了，就是
绳子够长，但不够粗，一次人上去1个人。我先上去，放下新绳索，你们再接着上。记住，动作要轻，明白吗？明白。都上来了吗？好，第1、第3分队负责在鬼子兵营安放炸药，并阻击冲出兵营的鬼子；第2、第4分队负责摸掉鬼子哨兵，接应刘团长部队；第5分队守住崖顶，以备不测。出发！刘主，宫本君，我都已经知道了。刘主，我们好不容易夺回的清远山，就这样让这些蠢货给弄丢了。据逃回的士兵说，他们遭受的是中国军队的前后夹击。清源山山后是绝壁，除了我们的突击队，也就只有周卫国的部队可以攀上那座绝壁。可见这次行动是虎头山的八路军和清源县的国民党一次联合行动。声东击西，魏国好手段。大家别说话，这段咳嗽用袖子捂住。前面还有道封锁线，只要过去了，就八路军接应我们。支援山里八路军的粮食，今天晚上一定要运完。这次俺们去支援的粮食是最多的，俺们北凉队要比其他北凉队更快的完成任务。大家跟紧俺，动作要快，走。看见了吗？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后盾。为了这些老百姓，我们就算流血牺牲也值了。民心所向呀！难怪贵军总能打胜仗。袁排长，你为抗战立的功，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赵长官这样说就太瞧不起我袁大刚了。感谢周长官给我这次机会，能够给贵军运粮提供方便，我已经万分高兴。我做这一切不为别的，只为洗刷自己做汉奸的罪孽。我只期望鬼子能够尽快赶出中国，我们也要换下这身汉奸皮，重新做回正大光明的中国人。会的，一定会有那一天的。哎，小心点，摸着摇，别刮了，慢点。连长，走，徐总，好。第一份情报是，泰丰、莱阳各乡村的粮食都被农民于近日抢收了，征粮队下乡征粮的效果不佳。另一封情报是，今日凌晨3时，巡逻队于泰丰方向向虎头山外围的第1、第2道封锁线各发现有4处遭到破坏，每处均残留大规模人员通过的痕迹，而且还发现了少量散落于地上之小米。详细情况正在调查之中。刘主，难道这2份情报有什么关联吗？顾文远，你知道周卫国为什么攻击封锁线，还摧毁据点，甚至还帮清源县的国民军夺回清源山吗？卑职不知。周卫国闹这么大动静，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引开我们的注意力，掩护他昨天晚上的行动。他真正的目的是要从山外往山里运粮食。这个周卫国真是太狡猾了。中国有句古话，叫既生瑜，何生亮。走来走去啊，还是咱们虎头山好啊，到自己家了。张政委啊，这次从鲁中边区学习回来，这一路上没少遭罪吧？咱们是干革命工作的，死都不怕，遭罪还怕什么？张政委政治修养就是高，随便一句话就能跟革命工作拉上关系。你们瞧瞧瞧瞧啊，陈县长啊，嘴就是刁，不愧是我们虎头山的第一才女啊！周团长，开个什么会还要2人通知啊？哎呀，哟，来，快请坐，请坐。好。哎，怎么周团长还没到啊？哎，早知道我呀，经过阳春的时候就和他结伴来了。人都到齐了啊，下面咱们准备开会。张政委啊，周团长和徐副团长还没到呢。我们这次开的是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呢不是党员，可以不用参加。张政委，可是我们前几次的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也都参加了呀。咱们这次开的会议呢非常重要，是要传达上级最新的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所以非党员一律不得入内。政委，周团长是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主官，对于党中央的文件他是应该知道的呀，不然的话他怎么理解上级的指示，怎么开展工作呀？我知道你是周团长提拔起来的干部，但你要记住，首先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你才是虎头山独立团的副参谋长。张政委，这什么文件这么保密，连周团长都不让告诉？陆振明同志，作为一名党员，严格保守党的机密是一项铁的纪律，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好了，不啰嗦了，下面我们准备开会。同志们，4月3日，中共中央宣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指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和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和国民党大规模地贯彻了其特务策略，使我党在多地党政军学民机关中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特务分子，其手段极其巧妙，
人数极其惊人。故此，我们决定在整顿党风的同时，对我们根据地进行一次普遍的干部审查运动。我重申一下啊，下面我说的每一个内容都不得记录，更不得外传。当然了，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还是可靠的，我相信大家都会很好的保守秘密。同志们，这次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啊，被山东军区选为拯救运动的试点，是上级对我们的重视，是党对我们的信任。哎呀，周团长，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次回来呢，上级让我首先要传达上级最高的指示精神，时间紧迫，所以我没来得及回到团部，让你久等了。没事儿，工作要紧嘛。这次虽然开的是党委会，但我认为呢，作为一个团长，你有必要了解一下会议的主要内容。这次上级指示要在我们根据地啊展开一次普遍的审干活动。审干？据可靠情报，有大批的特务分子已经打入我们的根据地。为了彻底查出这一批分子，我们必须逐一对每一个同志进行审查。你是说咱们虎头山有内奸？这个情报可靠吗？飞国同志，虽然呢你是党外人士，有些情况我不便太清楚地跟你说，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个情报绝对可靠。好，既然是上级的指示，那我们配合就是了。太好了，周团长能以大局为重，令人钦佩。那我决定，从明天开始，我们根据地将正式开展审干活动，重点是学校、机关和部队。哎，对了，咱们团警卫排都是党员，接触的都是上级领导，首先应该保持他们的纯洁性。我决定，明天警卫排全体集合，赴赵庄，接受整风学习，同时接受干部审查。那团部的保卫工作怎么办？这个啊，你不用担心。我这次回来的时候呢，鲁中边区特意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我。这个排的战士在鲁中边区都是经过领导严格审查的，他们的背景绝对清白，那对党的忠诚更不用说了。所以呢，在警卫排调离以后，咱们团的警卫工作就暂时由这个排的战士负责。我没意见。还有关于内奸的问题，上级特意派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从明天开始，咱们团部的电台由新的机要员负责。原来的机要员呢，让他暂时停止工作，接受审查。有这个必要吗？我还是不太相信，咱们虎头山怎么会有那么多内奸？我的卫国同志啊，我保证，你早晚会相信的。但是从现在开始，你必须配合我的工作。配合，我一定配合。我们的工作就是执行上级的指示嘛。但是我们的意见也要如实的向上级汇报。好，等审干工作开展以后呢，我会逐一把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向上级汇报。那辛苦您了。没有，为党工作是应该的嘛。那我先去忙了。好。通过这几天的审干工作表明，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志还是靠得住的。接下来呢，我们审干工作的主要对象是针对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政委，我们虎头山根据地38年入伍以后，而且是非党员干部的，只有周团长和徐副团长2个人。那您的意思就是下阶段的审查工作就针对他们2个人了？张政委，我想说2句。你看，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各项工作都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就算放在整个山东来看，抗日形势也一向比其他的根据地要好。我想这一点你们不否认吧？那么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开展这么大规模的拯救活动？
难道说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有那么多失足的同志需要被拯救吗？张哲同志，首先呢，拯救运动是上级的决定。其次啊，虎头山根据地啊，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完美，它是有问题的，因为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那么就请张政委告诉我们大家，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虎头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不是小问题，是根本问题。别的我不想多说，我只说一点：一个国民党的旧军官，可以长期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担任军事要职、主管一职那么长时间，这难道不是一个大问题吗？张政委，你这话就不对了。俺是个粗人，俺就知道，周团长他会打仗，鬼子都怕他。虎头山独立团团长不让他当，谁还能当？老罗，坐下来说。坐。张政委，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己封的吧？这个是经过上级考察之后任命，而且是走了正规的组织程序的。您怎么就把他给扯上路线问题了呢？张政委啊，要不然这样吧，您再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具体情况向上级领导反映一下，看看这次的拯救活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拯救运动是上级领导的决定，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但是决定必须坚决执行。现在我宣布，对周卫国和徐虎2位同志立即进行隔离审查。那好，那我保留我的意见，必要的时候，我会直接向上级领导反映我的个人意见。我也保留我的意见，俺也保留。等等，妹妹，妹妹，嘿嘿来来来，妹妹啊，你打哪儿来呀？北边。哦，北边啊。妹妹啊，这北边可大了去了。哥哥试问你，你是从北边的哪里过来的呢？太君，太君，对不住，对不住，冒犯。我可以走了吗？可以，非常可以。太君，太君，您来莱阳有事儿啊？有任何需要找俺，俺一定办到，一句话的事儿。请问，竹下郡指挥官的住处？竹下郡啊？对，他在哪儿？这样知道。那太君，俺带你去。太君，这边请。报告，指挥官阁下，门口有位小林惠子小姐找您。恵子さん、どうしてここに？リーシュ様。こちらへ。何年ぶりに会って大きくなったね。また綺麗になった。座ってちょうだい。まだ私を覚えていただいて幸いです。言いづらいことでもあるかい？小林君は元気？リーシュ様、先生が亡くなった原因はご存知ですか？病で亡くしたんじゃないか？それを信じますか？他に何か事情でも？医学院を卒業してからずっと京都にいたのは先生によく会うことができるからです。あの時先生は面壁していたのじゃ。そうなんですけど、兄とだけに時々会わせてもらうことを先生は許可しました。先生が面壁してから一度も会わなかった。きっとがっかりしたから。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です。先生は粒子のことを弟子にした以上、後継ぎとして唯一認めている人です。会いに行くたびにあなたのことを聞きます。
粒子のことをとても気にしていられました。先生のご恩は一生報いることができない。昭和16年9月16日、夜に先生のお宅に着いたら、そこはすでに封鎖されていました。軍の人は病でこの世を去られたと宣告したが、もちろん信じません。実は2週間ほど前にこの手で先生の身体検査をしたんです。そこで私はすぐ兄を呼び、弟子たちを集めて先生のお宅の前で講義に行きました。そして先生の部屋でその遺体にお会いしました。先生は安らかにお眠りになっているようだが、詳しく検査し直したら背中に桜色の死斑を見つけました。遺体に近づくとすごい消毒剤の匂いがしました。軍部の人が死体が臭くならないためわざとそうしたと言っていましたが、薄い杏仁の匂いを嗅ぎました。だからそれはどういう意味だ？真に疑いを持っていたのですが、証拠がないならずっと黙っていました。軍に遺体のことに疑いがないと思われてたので干渉されなかったけど、すぐに先生の遺体を火葬しろと言われました。その後兄は賄賂で火葬所の係を賠償して部屋に密かに入ってお腹を切り裂いて胃や小腸などの一部の内臓を取り出しました。そんなことを決して冒涜す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ただ先生の死を疑った以上、原因を明らかにしたいです。その後、法医学者であるともに当時先生の遺体の様子を聞いてみたら、彼はすぐ遺体の検査を行い、そしてシアン化物中毒だと明らかになること。バカな。それはありえない。もし本当に病死でしたら、なぜ次の日東京から京都に来た時遺体はすでに火葬されたのか。そしてなぜ私と兄もいなかったのですか。なぜだ。それはあの日から軍の人に追われ続けたのですから。だが調査するのを諦めず、先生のお宅にいた召使い2人を見つけ、兄が銃で彼らを拷問してみた結果は、軍が千葉先生に毒薬を持ったと分かりました。でもなぜ先生を殺したのだ。先生は満州事変から侵略行動に反対してきました。また密かに反戦分子と往来し、昭和16年9月18日に現役粒子の身分で弟子全員が兵役に服さないように呼びかけ、軍国主義の犠牲者にならないようと言いました。それで軍の人が動きました。そして先生の唯一の後継ぎであり、君竹下俊、栄光なる帝国の軍人として先生が亡くなって粒子をつくのは当然です。軍はあなたのような人が必要です。そんな、俺信じられない。誰も信じてくれると思ってません。だからあなたは唯一の後継ぎとして真相を知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私は軍の奴らに2年も追われました。殺される前に真相が話せてもう十分ですわ。そうだ、小林君はもう殺されました。ここに泊まったらいい。私があなたを守る。进来。张政委，周团长，我发现了一个重大隐患。什么重大隐患？根据群众举报，徐虎是受军统指派，打入到我军内部的奸细。谁举报的？啊？徐虎是奸细？徐虎要是奸细，这都是奸细，不可能。怎么不可能啊？他原来不是在国军部队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也在国军干过，是不是我也是奸细啊？我
不是这个意思。徐虎参加八路军之后立了多少功劳？远的不说，就去年反扫荡，太峰方面徐虎指挥的，打得怎么样？你怎么知道他所谓的立功，不是为了更好的蒙蔽群众，不是为了更深入的打入到我军内部呢？你这么说有什么证据？证据早晚会有的。张政委，从法理上说，你如果不能证明一个人有罪，那么就可以认为他是无罪的，这就叫做无罪判定。还有，我今天刚知道，刘三儿跟钟祥都被隔离审查了，为什么？刘三儿是什么人呢？啊，一个小偷。小偷偷完东西为什么参加八路军？他动机纯不纯呢？钟祥，他是因为在自己家乡杀了人才逃出来参加八路军的。刘三儿是我兄弟，我们多少年前就认识了。好，他跟我关系太近，我不说。钟祥怎么了？钟祥杀的是鬼子。他说他杀的是鬼子，你就相信？那地下党的同志为什么不知道他杀的是鬼子？张仁杰，地下党是我们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情报网，你拿它调查自己人？为什么不能调查自己人？暴力总是从内部突破的，保证革命自身的纯洁性和彻底的革命性，是当今工作的第一要务。做的事儿你都要负责任的。我张仁杰当然要为我做的事负责任，但是你，周卫国，你要给我想清，必须立即交代你的问题。少拿手指着我！我交代什么问题啊？我还有问题要交代了是吗？干什么？骂我？打我？啊？你还有理了你？来人！你嚷嚷，继续嚷嚷啊！你以为还是你搞一言堂的时候呢？你好好看看周围吧，睁开眼睛看看，同志们都是纯洁的，他们才不会被你吓倒呢。你们两个人给我在门口好好看住了，任何人不得入内。是。你，周卫国，你给我好好想想，趁早交代你的问题。这是今天的情报汇总。刘主，卑职听说您的师妹来了。刘主，我知道惠子小姐一定把什么不该说的话告诉你了。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因为刘主是我最尊敬的人。但是我也只能做这一次。你要明白我的苦心，你要小心，因为盯着你的可是特高课。谢谢宫本君。就算惠子小姐告诉我都是真的，我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但是你我身为北辰一刀流的弟子，应该保护惠子小姐的安全。宫本责无旁贷。你怎么来了？魏国，这些天你怎么样了？能怎么样啊？关禁闭呗。张仁杰天天过来找我谈话，我都不知道他要说什么。我也是来找张仁杰的，希望跟上级反映一下，早点停止审干。哎，今天怎么没见着张仁杰？我也是到了杨村才知道，他带着队伍出去打鬼子了。打鬼子？打哪儿的鬼子？前几天从莱阳传来的消息，说复兴镇的鬼子今天会全部下乡去扫荡，所以张政委就带着队伍出山，希望能够打下复兴镇。他说，复兴镇里边有鬼子的大仓库，打下复兴镇可以给鬼子一个沉重的打击。不对啊！自从朱家俊来了莱阳，鬼子就从来没出现过这么低级的事物，而且消息早几天就从莱阳传出来了，这不是摆明了给八路军机会吗？
他们什么时候出发的？天没亮就出发了。报告，进来。你这是怎么了？今天张仁杰硬要和我带着3营和直属队去打复兴镇，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1000多个鬼子伪军啊！同志们拼死突围，第1、第2小分队断后，在歼灭了敌人30多个鬼子和伪军之后，终于是撤出来了。可是这次战斗，3营伤亡90多人，直属队有6人伤亡。你说什么？伤亡了多少人？团长，我们独立团到底是怎么了？到底是怎么了嘛？妈的！郑卫国，老实点，再往前我就开枪了。张仁杰呢？带他过来见我。你的意见我会向上级禀报的，但在这之前，绝不允许你离开房间半步。好，我就在这儿等着，我看他王八蛋拿什么跟我解释。卫国，你先冷静一点，我跟赵姐马上就去找他。走。戦争なんかなければよかった。戦争でなきゃ師匠も兄も死なずに済みました。ふるさとを遠く離れずに済んだんです。これは私たちが決められることじゃない。許してくれ。師匠の死の真相を教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だがこのままでしかいられない。私は軍人だから。だけど師匠は私たちをこの戦争に出させたくないんですよ。もう仕方がないだろう。私を信じて必ず無事に京都に戻らせるから。この戦争はいつになったら終わるんですか？どんな形で終わっても長く待たせないと思う。本当ですか？本当だ。では今はどうしますか？おとなしくここにいればいいのだ。あなたは？これからもずっと精一杯頑張る。終わらせる一番の方法は敵を全滅することだ。周卫国，想好了怎么向我交代情况了吗？张仁杰，你他妈还我的命！独立团是党的武装，独立团的兵不是你一个人的兵，你不要山头主义。张仁杰，什么叫山头主义？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兵的都是爹生妈养的，一个个送到我这儿打仗来了。一句话，100多条命啊，说没就没了。你张仁杰是谁呀？啊？你想在我虎头山拿什么呀？啊？你要我什么呀？你要战绩是吧？你要功劳是吧？老子打的仗都算你的，还不行吗？张仁杰，你别拿我的兵开玩笑啊！什么争功，什么权利？你小看我，你低看我了。我张仁杰只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这一次只是一次战役失败，只要我们虚心吸取教训，下一次战役就能够成功。下一次，你他妈还敢跟我有下一次？
我现在打死你！你自己的问题都没解决清楚，你好好想想。张仁杰，你他妈好混蛋啊！100多条命，100多条命，全都是爹妈教给我们的。这帮混蛋！情報によると八路内部では大規模な幹部審査をしている。君はこのことについてどう思うか？なるほど。周英国はきっと審査された。じゃなきゃ不幸心をそんな簡単に攻め落とせない。本当にそうだとしたら小藤さんはきっと混乱しているはずだ。よし、今は小藤山の八路軍独立団を殲滅する一番いい機会だ。今すぐ戻って攻撃計画を作る。宮本、小藤山の状況を確認して。はい。竹下君、ご武運を祈ってるからね。俺听见了，快赶走！你这是干什么呢？你们留在这儿，直到被张仁杰这个王八蛋给整死。他们这么欺负人，咱不干。咱拉队伍自己干，到那儿不打回子。大力啊，我不能走。我走了，虎头山就完蛋了。我的兵也都白死了。啊，你个亲娘嘞！排长啊，这张仁杰哪有这么好说话？排长，你还记得咱们团部那个机要员张相富吗？他把张相富关了起来。为什么？天边雨下一抹夕阳，思念也被带给远方。渴望的爱情藏在心底，背起行囊，远走四方。有些时候，你我一样，挣扎着寻找方向，渐渐触摸到世间冷暖，也不寻常，也不慌张。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我想人间盛开着善良。我想所有的你都快乐，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生命旅程就是战场，别再逃避，别再失望。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我想人间盛开着善良，我想所有的你都快乐，我想和你微笑面对